如果有人走過來親你一下，然後下一秒你就被抓走，這還叫友情嗎？在歷史上最沉重的一個夜晚，出現了一個最諷刺的畫面，一個吻變成了暗號。今晚我們走進那片黑暗的園子，火把搖晃，刀劍閃爍，耶穌站在中間，而他沒有逃。經文說話之間，那12個門徒裡的猶大來了，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，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那裡與他同來。注意這細節，12個門徒裡的帶着刀棒，宗教領袖授權，不是羅馬軍隊主動抓捕，是宗教系統發動。猶大站在2個世界中間，曾經的門徒，如今的帶路人。猶大早就說，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，你們可以拿住他。親嘴在當時是尊敬與問安，現在變成逮捕暗號，最溫柔的動作成為最冷酷的背叛。猶大走到耶穌跟前說，拉比，請安，然後與他親嘴。耶穌回答一句令人心碎的話，朋友，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。朋友不是咒罵，不是揭穿，耶穌最後給他的稱呼仍然帶着關係的餘溫。這一刻，天與地都沉默。有一個跟隨耶穌的人，約翰福音告訴我們是彼得，把刀砍下大祭司僕人的耳朵。這畫面很戲劇，黑夜火把，刀光一閃。彼得可能心想，終於開戰了，但耶穌卻說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這不是政治革命，不是武力推翻。他接着說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12營多天使來嗎？一營約6000人，12營72000。他不是沒有能力，是選擇不用。能力受控比能力爆發更強大。耶穌說，若是這樣，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，怎麼應驗呢？他不是被局勢推着走，他是在完成經文。最後一句震撼人心，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。當下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，剛剛還誓言同死，現在全跑。園子裡只剩下耶穌和抓他的人。這段經文充滿強烈對比，親嘴對比逮捕，刀劍對比天使，能力對比順服，誓言對比逃跑。最震撼的不是猶大的吻，而是耶穌的沉着。他沒有反抗，沒有呼召天使，沒有辯解，他選擇走向十字架。這不是失敗，是自願。他早在客西馬尼已經順服，現在只是把決定活出來。人以為自己掌控局勢，其實在完成救贖劇本。真正的王權不是靠刀劍，是靠捨命。我們也可能用親密包裝算計，用正義名義發怒，用熱情掩飾恐懼。彼得的刀象徵我們用自己的方式保護神，但神不需要我們的刀，他要的是我們的順服。而猶大的吻提醒我們，外表的親近不等於內心的忠誠。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，這句話很短，卻很重。他獨自面對黑夜，這條路沒有人能陪他走，因為他要替人類走。那一夜，一個吻點燃火把，一把刀閃過黑暗，一群人逃走，而耶穌站着。他不是沒有能力，他是選擇順服。真正改變世界的不是刀劍，是那位在背叛中仍然稱人為朋友的主。當黑夜來臨時，你會握刀，還是跟隨那位默默走向十字架的王？